赵丽颖为什么会选择冯绍峰？爱情从来不是旁观者眼中的配不配，而是当事人心中的值不值。娱乐圈的感情故事总是格外容易引发讨论，尤其是赵丽颖和冯绍峰这一对，从官宣恋情到突然结婚，再到后来和平离婚，他们的每一步几乎都伴随着巨大的关注度。即便多年过去，关于两人的讨论依然没有停止，直到今天，仍然有不少网友提出同一个问题：赵丽颖为什么会选择冯绍峰？双引号。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但如果认真分析，就会发现答案远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。很多人习惯从颜值、名气、财富这些外在条件去衡量一段婚姻，甚至有人认为当年的赵丽颖事业正处于巅峰，而冯绍峰似乎并不是大众眼中最理想的人选。但在我看来，真正决定一个女人选择谁结婚的，从来不是网友的评价，而是那个男人在她心里留下了怎样的位置。今天，我们不妨站在更加理性的角度，重新回顾这段曾经轰动娱乐圈的感情。或许你会发现，赵丽颖选择冯绍峰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有迹可循。第一，冯绍峰的细心与照顾，恰恰击中了赵丽颖最柔软的地方。很多爱情开始于心动，但婚姻往往开始于被照顾。赵丽颖出道多年，一直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拼命三娘，从农村女孩一路打拼到顶流女演员，她经历过太多不容易。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甚至没有退路。别人看到的是她如今的风光，却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她这些年承受的压力。长期高强度拍戏，连轴转工作，常年熬夜背剧本，这样的生活状态其实非常容易让一个人缺乏安全感。而恰恰是在拍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的过程中，冯绍峰给予了他很多细节上的关心。据不少剧组工作人员透露，赵丽颖经常因为背台词错过饭点，冯绍峰外出吃饭时经常主动给她打包，她喜欢什么菜，不喜欢什么口味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有人觉得这些只是小事，但我一直认为，爱情最珍贵的部分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里。轰轰烈烈谁都会，日复一日的细心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。更何况，一个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成熟男人，愿意放下所谓的明星架子去照顾另一个人，本身就已经很难得。还有后来广为流传的一件事，赵丽颖身体不舒服，半夜去医院急诊，冯绍峰全程陪伴，一直守到天亮。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男朋友应该做的，可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做到的人有多少？我始终相信，一个人在紧急时刻的反应，最能体现感情的真实程度。当一个女人脆弱的时候，谁站在她身边，谁就是她最容易依赖的人。而对于长期缺乏安全感的赵丽颖来说，这种陪伴的意义或许远比外界想象的更重要。第二，所谓门当户对，其实不仅仅是财富匹配。提起冯绍峰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富二代。关于他的家庭背景，网络上一直有各种传闻。虽然不少说法缺乏官方证实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冯绍峰成长环境优越，这一点几乎是公众共识。于是有人认为，赵丽颖选择冯绍峰是因为他的家庭条件。说实话，我并不认同这种简单粗暴的理解，因为真正的门当户对，从来不只是金钱，而是认知，是阅历，是价值观，更是精神层面的匹配。当时的赵丽颖已经是娱乐圈一线女演员，她自己创造的财富、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并不逊色于任何人。所以如果说她单纯为了钱而结婚，这种逻辑显然站不住脚。我更愿意相信的是，
两人在人生阶段上达成了一种共鸣，一个经历过娱乐圈沉浮，看透名利场，一个从底层一路逆袭，见过人生冷暖。他们都已经不再是20岁出头只谈浪漫的年轻人，他们思考的是未来，是家庭，是责任，是婚姻。很多年轻情侣分手，并不是不爱，而是双方成长速度不同。而赵丽颖和冯绍峰当时恰恰处于相似的人生阶段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们确实具备某种意义上的门当户对。第三，冯绍峰身上的成熟感是很多年轻男演员无法替代的。娱乐圈从来不缺帅哥，小鲜肉一批接着一批，但成熟男人的魅力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吸引力。冯绍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偶像派，他的长相或许不是最惊艳的，但他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，温和、沉稳、有教养，说话不急不躁，待人谦逊有礼。这种气质其实是岁月沉淀出来的。很多网友说，冯绍峰像从油画里走出来的贵公子。双引号，虽然有些夸张，但确实能够说明他给人的整体印象。而赵丽颖过去接受采访时，也曾形容过自己喜欢成熟稳重的类型。这其实不难理解，因为越是独立坚强的女性，越希望在感情里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而不是再去照顾一个长不大的男孩。我个人认为，冯绍峰最大的优势恰恰在这里，他给予赵丽颖的不只是爱情，还有一种成熟男人带来的稳定感。对于经历过太多风雨的赵丽颖而言，这种感觉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第四，顾家的男人永远拥有加分项。在很多人的婚姻观里，赚钱重要，事业成功重要，但最容易被忽略的其实是家庭责任感。结婚之后，两人有了孩子，也开始进入真正的婚姻生活，而婚姻最现实的一面恰恰在这里。恋爱时看优点，结婚后看担当。据媒体报道和身边朋友透露的信息来看，冯绍峰在家庭生活中一直表现得比较投入，愿意花时间陪伴家人，愿意承担父亲责任，愿意照顾妻子。这些事情听起来平淡无奇，可真正经历过婚姻的人都知道，平淡恰恰最难。因为浪漫只需要一天，责任却需要几十年。所以当年赵丽颖决定嫁给冯绍峰，我其实并不意外，因为她看到的或许正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男人。被忽略的一点，赵丽颖对感情其实非常缺乏安全感。如果认真研究赵丽颖过去的采访，你会发现一个关键词反复出现：信任。她曾坦言，自己最无法接受的事情就是背叛，因为曾经在感情中受到伤害，所以她对于爱情格外谨慎，甚至可以说有些敏感。她说过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：喜欢和相信是两回事。双引号，短短几个字，却道出了很多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。喜欢一个人很容易，相信一个人却很难，尤其是在经历过伤害之后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再看冯绍峰，你会发现他的意义可能不仅仅是恋人，更像一个让赵丽颖重新相信爱情的人。即使后来两人没有走到最后，但至少在那个时间节点上，赵丽颖是真的相信过他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专家视角，婚姻的核心从来不是完美，而是适配。多位婚恋心理学专家曾指出，成年人选择结婚对象时，往往不会只考虑激情和浪漫，更多的是长期相处的舒适度、情绪价值、责任意识，以及彼此的成长匹配程度。从这一角度来看，赵丽颖和冯绍峰当年的结合其实具备很多合理性。他们有共同事业背景，
有相似的人生阶段，有彼此欣赏的特质，有共同面对未来的愿望。至于后来为什么没能一直走下去，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。因为婚姻不是一道数学题，即便所有条件都正确，也未必能得到永远在一起的答案。网友们的真实祝福与评价，对于这段感情，很多网友至今仍然抱有善意。有人说，至少他们曾经认真爱过。双引号。有人说，离婚后没有互撕，就是成年人最体面的结束。双引号。还有网友表示，无论赵丽颖还是冯绍峰，都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。双引号。更有人感慨，他们让我明白，婚姻的成功不是永远不分开，而是在一起时彼此真诚。双引号。看到这些评论，我其实挺感动的，因为越来越多人开始理性看待明星婚姻，而不是简单的用成败去定义一段感情。写在最后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赵丽颖为什么会选择冯绍峰？或许答案并不是网友总结出来的4个理由，而是无数个外人看不见的瞬间。一次深夜陪伴，一句暖心问候，一个理解的眼神，一次坚定的支持。爱情从来不是条件的排列组合，而是2个人在某个时间节点恰好相遇，然后彼此选择。我始终认为，没有人比当事人更了解自己的感情，所以与其争论谁配得上谁，不如尊重他们曾经的选择。毕竟，在那个属于他们的故事里，他们都曾经认真的爱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你是赵丽颖，你会被冯绍峰身上的哪一点吸引？你觉得婚姻中最重要的是爱情、责任、经济基础还是安全感？你认为赵丽颖和冯绍峰当年的结合是必然还是偶然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一起聊聊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明星深度解析，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分享给更多朋友。同时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一起关注娱乐圈最新动态，解读明星背后的真实故事。